我大的兒子叫 Nigel， 他其實是一個很活潑的一個孩子。連 Donovan 是小的兒子，他很貼心他也是我們家中的一個開心果。每次我放工的時候，他們會懂說我幾點放工，然後我2個孩子會在上面喊爸爸爸爸這樣，那我就 reply 他們，這樣他們才會停，不然他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叫這樣。The driver of a cement mixer has been sentenced to 2 weeks in jail after he knocked down and killed 2 young brothers in Tampines. He hit the boys who were on a bicycle and who had the right of way. 13-year-old Nigel Yap was riding the bike with his 7-year-old brother Donovan riding pillion. The accident happened on the afternoon of 28. 當時我是在 camp 然後交通警察打給我，然後他就講說你孩子 Nigel Donovan。They have involved traffic accident and died on the spot. 然後我就died on the spot。然後他就說你現在你可以下來看一下嘛。然後我就整個人就軟去了，然後我就在車上那邊哇，我一直流淚，然後就因為我的第一個想法就快點把這個 information pass 給我的 wife。他當時在做麥當勞，然後知道說打電話他不會接嘛，因為放在locker。然後我就 send 一個 message 給他說，孩子 involved accident， 2個當場死亡。你看到這個 message， 快點打給我。當時候就是接到他的這個 message， 我就真的是放下一切，我就跟我的 manager 講，我說我孩子出了意外。那我就騎腳車，但是我一路騎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可能的嘞，我就覺得好像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的 mind 就一直在想上帝會保護他的，所以我就一直講不可能了，直到我到了那個現場的時候，我就哇，真的是，我整個頭腦是麻痹的，連整個頭腦是好像空白我去到那邊的時候，我看到那個大卡車在那邊，我的心裡就說哇，假了這個，因為我是 driver 嘛，我是在 Army 駕這種 big truck， 我就去看我看我老婆就在那邊哭，然後我就去看我的大兒子，我看到我大兒子的時候，因為他的頭被那個車碾過，我是根本看不出是他的，我一看到我的小兒子 ，OK， 全部 OK。我轉去看我的大兒子的時候，哇，為什麼是這樣？好像他所講的，Nigel他真的是我們真的是認不得。But Donovan 真的看到他的時候，好像在睡覺這樣啦。連 Nigel 我還有去動他的屍體啦，軟啊，哇，我真的是整個人在當時候真的是崩潰了。我們有打給那個警察啦，問他是跟我講說2個人都有 right away 啦。問題是說那個車因為 blind spot 太高了，因為 driver side 是在 right， 所以他turning left 的時候難免有一個蠻遠的，可能他在他的 blind spot， 所以他轉的時候他看不到。OK， 是我的經驗是因為我18歲，我做了一個夢，那個夢我駕 Land Rover。前面有一個小孩子，那個路是在新加坡的，那個小孩子騎腳車，穿着白色的校服，然後我就很靠近他，我要踩 brake 的時候，哇，我就撞到他嘞，我就馬上下車，然後他整身都是血嘞，哇，然後我就抱他起來，然後就哇怎麼辦，反正我撞死他這樣，然後我就哇怎麼辦這樣，然後我被嚇醒。我醒來的時候，我全身冒汗，連我的手在發抖這樣，哇，真的很可怕。然後我就可能說，可能這個夢就提醒我說，以後你駕車要小心一點，不要駕這樣快。因為我的孩子發生事情了，就是這個夢回來跟我講，然後我才了解說，主耶穌讓我知道，當時我做夢的時候，我撞到那個小孩子的情形，我抱住那個小孩子，我第一個看到，連我是想到那個司機也是第一個看到，我就會好像說站在他的立場，連感受到那時候他的那個心情，我是
聽到他沒有跑，他可以跑的，他可以看到他跑，沒有人知道嗎？我還沒有這樣做，他站在那邊，所以這樣的情形之後，我就好像站在他的 position， 我就說我原諒了他。起初我也是會想了，就是說他一個人的疏忽，害到我們整家變成了好像一個完美的家庭變成破碎了。起初我也是帶着這樣的，我一直好像也是有怪他了。但是後來我聽了我丈夫他所分享的，他說如果站在他的立場，他也沒有跑，就是創了孩子。他還是站在那邊等警察抓，連隔天的時候，他有講說我原諒那個司機，連我就說，哎呀，我也是原諒他了，因為他犯錯，怎麼樣也要懲罰嘛。然後他是罰了2個禮拜，連吊銷全部的執照，就算給他判終身監禁，那又怎麼樣？我的孩子能回來嗎？不會的，他也是很難過。他也是人家的爸爸，人家的阿公，對不對？他撞死人家的孩子，然後有 feel， 連我們做父母親的還在一直責備他，對他做的那個事情是不可以原諒，吧？他是無心的，我們就說我們已經原諒他了，就算他判1個月幾年也好，我們也是說我們也是原諒他了咯。每次回家，他們會在樓上叫我，哇！然後我回到家裡的時候，哇，真的沒有聽到那個聲音，一回到家就在門口就會哭，哇，真的很傷心。然後到今天也是會，因為我們的孩子從 baby 生到他們長大，忽然間不見到我們。走到哪裡都是他們的影子，樓下，even坐電梯，從開始一出門就是他們的影子，到哪裡都有嘞。我們看這邊也哭，看那邊也哭，你懂嗎？真的很難過。孩子真的是我們做母親的心頭的一塊肉啦。其實有時候我也是在想說，甘願我自己被車撞，好過孩子被車撞。這個我是相信，做父母的就是有這樣的心腸啦。其實那時候我就以為說，我真的是原諒那個司機耶。到了有一個午正禱告會，我就跪下來禱告，他就又給我回想到這個司機，哇，我就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大哭一場。原來我心靈之處還是好像還沒有那個真正的去原諒他。後來我就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我說上帝，我真的是從心裡去饒恕這個司機。有些人說，哇，我很難原諒那個人，哇，他傷到我這樣大的事情發生。我是說，因為上帝給我看到那個司機的他的所作所為，連我又親身在夢裡看到這樣的情形，所以我可以站在他的立場。其實要講到饒恕，講是很容易啦，但是做出來畢竟是一個功課。因為主耶穌也是有講說要饒恕70個7次，他的意思就是讓我們不斷的要去饒恕一個人。其實好像我的例子這樣，真的是要從心裡饒恕，其實很不容易的。如果沒有耶穌他的教導，沒有耶穌他的話語在我們的身上，我們以平凡的人真的是做不到，真的是要用耶穌的愛去愛我們身邊的人。因為有時候我會想回，如果我們自己犯錯，我們也需要人家來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也需要人家能說我跟你說對不起，你說我原諒你。所以這個也是站在那個人的立場來講，就是說我們需要人家給機會我們，讓我們可以再重新的再開始。所以我很感恩的，就是上帝也是給我一個重新的機會，更認識他，也更要學習怎麼樣去饒恕。